当叶晨几人下车时，周围已经有很多人都纷纷从车上走了下来。走这条路的大多是要去机场赶飞机，他们预留的时间最多也就1-2个小时，甚至有的人距离航班起飞时间已经不足1个小时。现在下车朝着机场狂奔，1小时之内还有机会赶到。可如果在车上等着，那很可能会因此错过航班。上百人拖着行李在停滞的车流间穿行，叶晨发现很多本地面孔的人似乎都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他们面无表情地拉着行李低头走路，好像对这件事并不在意。当叶晨来到拥堵尽头的时候，便看到上百个肤色各异、年龄跨度从10多岁到50-60岁的人，正穿着印有阻止世界变暖口号的卫衣，排队坐在马路中央，手中拿着各种旗帜和标语。还有几个看起来比较像领导者的人，他们面对着堵车的洪流，用手持扩音器慷慨激昂地大声喊着什么。有趣的是，这其中竟然还有一张东亚面孔，而且他的喊叫最是激动。叶晨仔细听了听，发现对方正在用英语大喊：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地球气候变暖的凶手，是南极和北极冰川融化的罪魁祸首。另一位白人女孩也跟着他大喊：没错，北极的企鹅宝宝正在失去他们的栖息地，这全都怪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人类。你们驾驶汽车，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难道你们就不惭愧吗？叶晨听得皱眉，问林婉儿：北极没有企鹅吧？林婉儿笑着说：应该是没有的，差不多100年前有人试过把企鹅从南极带到北极，但因为各种原因，种群没能稳定存活下来。叶晨叹了口气，就这样的货还出来当环保志愿者，丢不丢人？林婉儿笑道：公子反过来想，但凡是一个拥有健全三观以及充足知识储备的人，是绝对不会干出这么幼稚的事情来的。这倒也是，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对西方极左的人群脑回路多少有些无法理解。这时，有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走上前，开口道：你们就算不让燃油车通过，起码也要让电动汽车通过吧？我开的是一辆特斯拉，就算你们认为汽车会导致全球变暖，那这也不包括电动汽车啊。其中一个拿着大喇叭的年轻男人怒斥他：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开电动汽车的伪君子，你以为你的车不加油就不会污染大气了？发电厂为了发电，燃烧大量煤炭，排放出的温室气体更是天文数字，你们这些开电动车的全部都是帮凶。中年男子气不过，反驳道：你肯定不是北欧人，我们北欧的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至少占了98%，绝大多数电力都是水力发电，怎么可能会排放温室气体？对方明显被他的言论搞得有些措手不及，随即硬着脖子问他：你空口无凭，你说再生能源占98%就真的占98%，我凭什么要信你？中年男子气恼地说：你可以查一查啊，你没有手机吗？此时那环保男子身后一个小姑娘悄悄翻看了手机之后，凑过来低声在他耳边说：查理，我刚才查了一下，北欧的发电量中，再生能源确实占了98%。环保男子脸上有些涨红，但很快又回过神来，冷哼道：那又怎么样？你知道你的车是哪里生产的吗？如果我没猜错，你的特斯拉很大可能是产自德国。特斯拉在德国建设工厂，极大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态平衡，很多小动物因此失去家园，而且德国的发电量中，煤炭发电占了将近1半。也就是说，你这个伪君子虽然在北欧开特斯拉没有污染北欧的空气，但德国人民为了造你这辆特斯拉，污染了自己国家的空气，迫害了自己国家的小动物，而罪魁祸首就是你们这些伪君子。那中年男子一时气结，随后愤怒地质问：你们这帮人还讲不讲道理了？我车是花钱买的，不是德国人民白送给我的，我向特斯拉支付了全额购车款，特斯拉向德国政府支付了他们应该缴纳的税收，也向德国员工支付了报酬。
就算这辆车在制造的过程中产生了温室气体，我也为此承担了资金成本。说罢，他指着对方身上穿着的卫衣，质问道：你指责我的车在制造的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那我问你，你身上的衣服在制造的过程中，难道就不排放温室气体吗？对方又一次被问得哑口无言。倒是那个亚洲面孔的年轻女孩率先找到应对之策，冲上来大声喊道：你这个伪君子，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反倒是恶意抹黑我们。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衣服全都采用了可回收、可降解的材料制作，而且原材料都是我们自己从全世界人民捐赠的废旧衣物里回收出来的。就算最初原材料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了温室气体，那罪魁祸首也不是我们，而是回收在加工之前的那些拥有者。而我们为了不给地球增加负担，从来不买新衣服，只穿回收再利用的服装。你再看看你自己，西装笔挺，人模狗样的，你穿的西装是什么牌子？ Boss 还是 Armani？ 知不知道地球为了生产你这身衣服，要额外承担多少污染？他这忽如其来的连串输出，不但把对方镇住，甚至连他的亲密战友都给惊住了。叶晨眼见两个环保抗议者在下面低声耳语，咱们穿的衣服真是回收来的吗？那他妈的多脏啊，好恶心。另一人低声道：你别听他胡说，咱们这些衣服都是会长在网上批量订购的，怎么可能是回收再加工？我看过水洗嘛，产地是越南，而且是全棉材质，你就放心好了。那人又问：你确定？咱们确实接收了很多各国人民捐赠的废旧衣物啊，万一真从里面搞了一批去二次加工了怎么办？对方笑着说：别傻了，当环保人士只是一门生意，那些捐赠来的衣服，表面上说是要回收再利用，其实都被咱们上面的高层打包卖到非洲去了。非洲有人专门收购世界各地的旧衣服，他们按吨打包收购过去，再按照公斤分销给各地经销商，那些经销商再把衣服分门别类的筛选出来正常售卖。对咱们来说，这是无本的买卖，一年至少能卖掉几千吨。不然你以为咱们平时在全欧洲各处搞抗议，吃喝玩乐，再加上路费住宿这些资金是哪来的？